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开始之前呢，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糖尿病这个词离自己很遥远呢？或者你觉得只要我不胖、不吃糖，这辈子就跟糖尿病没关系呢？其实啊，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误区之一。糖尿病看似离我们很遥远，但实际上很多时候身体早就给我们发出了求救信号。只是因为这些信号太过隐蔽，或者看起来太像普通的亚健康状态，导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忽视了它。等到真的确诊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好的逆转时机。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二型糖尿病前期的11个隐藏症状，这些征兆可能就发生在你或者家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会带大家一个一个看，不仅会告诉你是什么，还会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以及最重要的，我们该怎么办。在讲完11个症状之后，我还会额外送给大家3个在家就能轻松做到的控糖小锦囊，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组惊人的数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大约有4.2亿人患有糖尿病，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而且在这其中超过95%都是二型糖尿病。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得二型糖尿病呢？二型糖尿病又是什么呢？简单来说，二型糖尿病就是你的身体虽然能制造胰岛素，但是这些胰岛素罢工了，或者你的身体对它不敏感了，导致血液里的糖分没办法被利用，只能堆积在血管里，造成血糖升高。这就好比家里垃圾桶满了，却没人来收，最后家里肯定会出问题。那么二型糖尿病来临之前，身体会给哪些信号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信号，就是怎么喝水都不解渴，厕所跑个不停。这个症状也是最经典的，其实就是烦渴和多尿。你可能会觉得劳动出汗、吃太咸、口渴很正常啊，没错。但是如果这2天你没吃咸的，也没有剧烈运动，却觉得喉咙像着火一样，白天晚上都要抱着水壶喝水，而且刚喝完没多久就要跑厕所，那就要警惕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肾脏想象成身体的一个过滤器，当血糖太高的时候，肾脏为了把多余的糖分排出去，就会被迫加班工作。糖分在离开身体的时候，会像海绵一样带走大量的水分。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想撒尿，而尿多了，身体缺水，大脑就会发出信号让你喝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你发现自己最近频繁起夜，或者明明喝了很多水，还是口干舌燥，别犹豫，去测个血糖，这是身体最直接的呼救。第二个信号，脖子、腋下皮肤开始变黑，这个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卫生问题，但其实是黑脊皮病。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脖子后方、腋下或者手肘这些褶皱的地方，看看你的皮肤是不是变得黑黑的、厚厚的，摸起来还有点粗糙。很多人认为是自己没洗干净，但是拼命搓又搓不掉。黑脊皮病它其实是体内胰岛素过多的一种表现。过量的胰岛素会刺激皮肤细胞和黑色素异常生长，就像给皮肤施了太多肥，会让它长得很快很厚。如果你发现自己身上有这种洗不掉的污垢，千万就别再用力搓了，这是内分泌的问题，尽快去找医生检查一下胰岛素水平。第3个特征听起来有点矛盾，就是过度饥饿。偶尔嘴馋可以理解，但如果你明明刚吃饱饭，肚子也不空，但脑子里就是疯狂的想吃东西，特别是想吃甜食，这就不对劲了。我们要知道，葡萄糖是细胞的燃料。对于糖尿病前期的人来说，虽然血液里全是糖，但是胰岛素这个钥匙坏了，糖分进不去，细胞没办法给我们提供能量，所以细胞就会觉得自己快饿死了。于是大脑就会发出错误的指令，告诉你快吃，我没能量了。这就像你加满了油，但油箱盖子打不开，车还是跑不动。
如果你发现自己食欲异常亢进，怎么吃都吃不饱，这并不是你意志力薄弱，可能是身体代谢出了问题。试着记录一下你的饮食，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定要咨询医生。第4个信号发生在嘴巴里，牙龈出血，这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点。很多人认为刷牙太用力或者上火，但其实牙龈出血、肿胀，甚至牙齿松动都和高血糖有关。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高血糖意味着你的体液里糖分很高，这也包括你的唾液。高糖分的唾液简直就是细菌在口腔里的自助大餐，细菌会疯狂繁殖，于是就会形成牙菌斑，攻击你的牙龈。而且糖尿病会让血管变脆弱，牙龈就更容易出血。这时候如果你换了软毛牙刷，注意了口腔卫生，牙龈却还是反复出血，或者开始出现一些严重的口气，别光看牙医，记得查一下血糖。第5点可能比较私密，但非常重要，那就是反复的尿路感染。如果你经常发现小便刺痛、灼热，或者老是想上厕所，但又尿不多，这可能是尿路感染的症状，道理和牙龈出血很像。当肾脏排出含有大量糖分的尿液，尿道就变成了一个温暖、潮湿又充满糖分的环境，这简直就是细菌的温床。细菌吃得好，长得快，感染自然就反反复复好不了。这一点呢，要特别提醒女性朋友，如果尿路感染反复发作或者久治不愈，一定要警惕是不是高血糖在背后捣鬼。第6点是现代人最常有的感觉，累。但这种累不一样，普通的累呢，睡一觉就好，但糖尿病前期的累，是你每天都觉得身体被掏空，就像患了永久星期一症候群，怎么休息都缓不过来，动不动就想睡觉。这还是得回到能量的问题，因为细胞吃不到糖，身体就像没电的手机，一直处于低电量模式，没有能量，你当然会觉得疲惫不堪。有时候呢，在出现这种累的情况的时候，很多人会想用咖啡提神，但是发现效果不佳。如果你的疲劳感持续很久，而且找不到明显的原因，比如说熬夜呀、重体力劳动这些，一定要把检查血糖列入到你的日程表中。第7点，关于眼睛，会发现你视觉上的一些变化。很多人开始觉得视力模糊是老花眼或者近视加深。如果你发现你的视力模糊是波动的，一会儿清楚，一会儿又模糊，这可能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视力模糊。因为这种波动性的视力模糊是一个物理现象，高血糖会导致体内渗透压发生改变，眼睛里的晶状体会因为吸收过多的水分而肿胀，导致眼睛不聚焦，所以看不清东西。如果不控制的话，长期高血糖甚至会导致视网膜病变，这是不可逆的伤害。如果你发现最近视力开始变得不稳定，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或者又觉得眼睛度数突然不合适了，先别着急配新眼镜，去测个血糖。如果是血糖引起的，控制好血糖，视力一般就能恢复。第8点，听起来好像是好事儿，但其实很危险，就是你的体重开始莫名的下降。除非你在刻意节食或者运动，否则体重是不会无缘无故下降的。如果你没做什么努力，体重却掉了好几斤，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的身体没办法利用葡萄糖的时候，为了活下去，它就开始燃烧储备的脂肪和肌肉来获取能量。这就像家里没柴烧了，开始拆家具、烧火取暖一样，这是一个消耗性的病态表现。再加上频繁的排尿、流失水分，体重会掉得很快。这种不明原因的体重骤降，绝对是身体的红灯警报。不仅是糖尿病，还可能涉及到其他严重疾病，一定要立即就医。第9点，观察你的伤口愈合速度。平时手上划个小口子，几天可能就好了。但如果你发现一个小口子过了1-2个礼拜还在红肿流脓，甚至越来越大，这就是典型的糖尿病征兆。因为高血糖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流动变慢，导致血液循环变差，
这就像马路堵车了，负责修复伤口的白细胞和营养物质没办法及时赶到现场。同时呢，高糖环境又有利于细菌繁殖，伤口自然就好不了了。尤其是脚上的伤口，一定要每天检查。如果你发现伤口愈合得非常缓慢，这就是免疫系统在报警。第10点，手脚感觉异常。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感觉？手脚像穿了粗糙的厚袜子一样麻麻的，或者有时候感觉像蚂蚁在身上爬，甚至无缘无故的出现刺痛感。如果你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小心了。长期的高血糖会像毒素一样侵蚀神经，特别是末梢神经，这就叫周围神经病变。神经受损了之后，传导信号就会出错，就会导致你的肢体出现麻木或者疼痛。如果你经常出现手脚麻痹的情况，不要掉以轻心，以为只是自己血液循环不好，这可能是神经受损的前兆，尽量去医院看一下。最后一点，看看你的指甲。健康的指甲应该是粉红色的、平滑的。如果你的指甲变黄、变厚、变脆，或者出现了甲癣，也就是灰指甲，这可能和血糖有关。前面我们提到了高血糖会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而真菌最喜欢糖分高的环境。血液循环变差的时候，指甲得不到营养，抵抗力会下降，真菌就会趁虚而入。如果你有顽固的灰指甲，治好了又犯，或者脚气严重，建议在治疗皮肤问题的同时，也去查一查血糖。说到这里呢，我就把11个2型糖尿病的前期信号给大家介绍完了。那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呢？其实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糖尿病前期是完全可以逆转的，只要你现在开始行动。除了看医生之外，我也给大家准备了3个生活小贴士，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做起来。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改变你的吃饭顺序，试着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这个进餐顺序是国际上的很多权威机构都推荐的一种非常健康的控糖方式。它不需要你做出很多改变，只需要简单的改变吃饭顺序，就可以有效的延缓血糖上升的速度。第二个，饭后百步走，哪怕只是饭后散步15分钟，都能帮助肌肉吸收血液里的糖分。所以吃完饭不要马上葛优躺，而是起来收拾一下，出去走一走。第三个，睡个好觉。熬夜会让你的压力荷尔蒙升高，导致胰岛素抵抗，所以早点睡觉其实就是在控糖。朋友们，健康不是要等生病了才去医院，而是在它发现信号的时候，我们就敏锐地捕捉到，并且做出改变。如果你发现自己中了上面几条症状，不要恐慌，这其实是身体在给你机会，让你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医院做个简单的检查，就能让自己和家人安心。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帮你描绘出健康的轮廓。如果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帮我点一个赞，这对我非常重要。也请务必订阅健康星球，并把这期视频分享给你关心的家人和朋友，特别是家里的长辈。可能你的一个转发就能帮他们避开健康的雷区。这里是健康星球，我们下期见。